大爷有一块幸运币挂坠送给你了，它能给你带来好运啊！要记住啊，好运来的时候它会闪光。我叫陈凡，天生的倒霉蛋，这辈子没幸运过一次，喝凉水栽眼，做饭厨房着火。这次更离谱，发完工资回家，居然被老人碰瓷，刚到手的3000块啊，全垫医院里了。钱？哎，大爷，您的钱掉了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世间难寻的好人呐！大爷有一块幸运币挂坠送给你了，它能给你带来好运啊！要记住啊，好运来的时候它会闪光。好运来的时候它会闪光。好运？我这辈子哪有什么好运啊？哎，这挂坠真能发光啊！小伙子，你是陈凡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今天送去医院的那个老人的儿子。大哥，你爸真不是我撞的，而且我的工资全给医院了，我真没钱了。刚刚那乞丐老头说什么发光就会幸运，我看分明就是霉运吧。陈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爸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，这次走丢，我们全家人都急疯了。幸亏你及时送医，我们这才找到他。为表谢意，我这里有2万块钱，你拿着。这也太多了吧？我拿着，3000块是你在医院垫付的押金，剩下的这些钱就当是我们全家对你的感谢费。陈先生，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，谢谢你，祝你好运。碰瓷大爷的儿子竟然给我这么多钱！哇，2万块！我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钱？难道这挂坠真的能给我带来好运？那送我挂坠老大爷就是拯救我的老神仙！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老天保佑，祝我发财！哎，地上怎么有钱？这里也有。还有。这条路我之前天天走，可从来没有捡到过钱。今天怎么这么幸运？难道是这挂坠真能带来好运？泡面大促销，吃泡面赢金条，最多可以获得价值2万的金条。买泡面居然送金条！买泡面居然送金条！给我来一桶。哎，好。挂坠又发光了，难道说？哇！老板，我真的得到了1等奖的金条！兄弟，你运气这么好，这金条最少价值2万呢，你发财了呀！2万？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的发家之路才刚开始呢。走了。好，慢走慢走。老板，我要买刮刮乐。买几张？买1万块钱的。1万块钱刮刮乐？对。行，我给你拿。哎，这是我们这里卖的最好的刮刮乐，祝你中大奖啊！敬姐，幸运币又发光了，难道我能中大奖？哎，20，回本了。哎，又中50。又是50，又中了100。哟，小伙子运气不错呀，连中4张。不过这刮刮乐没那么多能中奖的，顶多能刮到1半带奖就不错了。这中了1万！还真是，我这店里上一次刮中1万块钱还是5年前的事了。又是1万！不对，3万、4万、5万、6万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竟然连中了15张！1万块钱已经是奇迹了，你连中15张，这是自彩票诞生以来，整个世界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奇迹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这不是梦，我真的连中15万！小伙子，我已经联系彩票公司的人了，他们马上来给你送钱，就算扣除税钱，你也至少能拿12万多呢。12万！就是他，
恭喜你，小伙子！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么幸运的人，一连15张刮刮乐都能中奖。扣掉税后，你一共获得12万元奖金，恭喜了！这钱币还真是灵了，转眼间就挣了12万多，10倍多的利润呀！它简直就是我的幸运星啊！哇！谢谢了啊！热烈祝贺，我是神秘男子，刮刮乐连中15万元。不知道谁这么好运，15万，我要辛苦多久才能挣到？我买了几年的彩票，中的钱加起来还不到100块。有了古币挂坠，我终于要发家致富了。寻人启事：为尽快找回孩子，家人郑重承诺，对提供直接线索并最终成功找到孩子的个人或团体，当场奖励现金30万元。我们对天发誓，绝对信守承诺，绝不食言。同时，我们对提供线索者的信息绝对保密。寻人悬赏30万，这可是一笔巨款呀！我得看一下细节。白色鞋子，左手有着褐色胎记，12岁，这么大了还能走丢？这不就是那个悬赏30万要寻找的孩子吗？幸运古币闪光了，看来是我注定要拿到这30万的赏金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伸张正义了。老少爷们们，快过来，抓人贩子！啊，人贩子！什么人贩子？大家快看，这个就是人贩子，而他就是寻人启事上的小孩。还真是这孩子啊！还真是啊！大家帮忙是吗？就是他。古币又发动了，这次是什么好运？摁住他，别跑了！原来是这样啊！30万悬赏到手。俊俊，妈妈，陈先生，您见义勇为，勇斗人犯，解救孩子，真是市民们的楷模。我们为您准备了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别动，走。陈先生，谢谢您，要不是您，我孩子不知道要吃多少苦。快，给你的救命恩人磕头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千万别这样。陈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这30万是我们的谢礼，密码是6个0，您必须收下。那为了以后有更多见义勇为的人，那我就确实不公了。快，谢谢大哥哥，谢谢大哥哥。果然还是好人有好报啊！我平时上班1个月也就3、4千的工资，自从有了这挂坠啊，居然赚了40多万。走，去犒劳下自己，去买辆新车。哎，你好，美女，这辆车落地价20万对吗？是的，先生。我想试驾一下。啊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请。陈先生，我们这台车呢是2.0高功率发动机，动力十足，你可以把油门踩到底，体验一下推背感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去，幸运古币又闪光了，难不成这个车要帮我发财？陈先生，你有没有闻见一股沁人的芬芳？这是我司聘请的高级调香师，专门为您这种精英定制的。我怎么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？不可能，这是高级皮革和人性化科技融合的产物。这又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们独特的蒸汽清洁功能，这是在排出积碳是环保呢。我怎么听到有人在朝我们按喇叭呀？那一定是被我们的气势给震撼到了。这烟怎么这么大呀？这个陈先生，陈先生着火了，快下车！我去，你这幸运星这次怎么是霉运啊？试驾汽车都能遇到引擎自燃的事故，我这条命都差点搭进去啊！幸运星啊，你差点害死我！陈先生，对不起啊！这次事故我们已经上报给总部了，总部的处理结果是赔偿您经济损失费50万元，并赠送您一辆价值25万元的汽车，您看还满意吗？50万现金，20万的汽车，哎，我这是又发财了呀！贵公司的方案我很满意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好的，先生，我们这边呢已经发起转账，您那边应该很快就能收到。银行卡到账50万元。这是车钥匙，你可以随时把车开走。不错，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处理这位女销售，她的专业知识很棒。陈先生，你放心吧，这次事故与销售无关，我们不会为难她的。
陈先生，感谢您高抬贵手。有事儿你可以随时联系我。走。哎呀，有了这幸运星，我一天时间赚100万，还有辆自己的汽车。小车车，我现在就带你兜风去。哇，爽！名人字画，股钱股币。既然我现在这么幸运，那是不是不管干什么都能赚到钱？啊，幸运星啊，保佑我在古玩市场捡到漏，好不好？卖字画了，卖字画，来看看，先生，过来看看吧。哎，小哥买点什么呀？您随便看看。我也不懂古玩啊，应该选哪个呢？要不就这破碗了？怎么卖？怎么卖？小伙子，你真有眼光啊！这碗啊是当年皇后娘娘亲自用过的。您是有缘人，咱们也别多说，一口价500万，50块。成交。我操，起高了，算了，50肯定也不会亏。小哥，你买亏了，这破碗连5块钱都没人要，真是不懂，花50买这破碗，哎呀，真是的。我可不这么觉得，我觉得一定有人要。小兄弟，这碗你卖吗？这谁啊？那不是经常在电视上讲古董鉴宝的刘峰大师吗？他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小古玩市场？对，就是他。上次我去省博物馆看展览，就是刘大师给我们做的讲解，他的鉴宝能力无人能比。刘大师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！这个破碗我们刚刚已经瞅过了，就是个破烂，5块钱都不值。就是啊，您再看看吧。刘大师，你要是诚心想要的话，就开个价。我愿意出这个数。我刘峰愿意出100万。我去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不值钱吗？这个来看看。大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。100万买什么不好？买一个1毛钱都不值的破碗。古币挂坠又闪光了，这次会是什么呢？哎呦，鸟屎！哪里来的臭鸟啊？这就叫走狗屎运了呀！就是。哎，我的核桃，出门没看黄历，太倒霉了。拿上你的核桃，一边玩去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这破碗到底能不能卖出去。那就不劳烦您费心了，刘大师啊。您不给鉴定一下？实不相瞒，我家是古董世家，这碗是真是假，我一眼便知。这碗是清代乾隆年间官窑特有的缠枝连纹，只是被后人用颜料给遮盖住了。只要用专业的设备，一扫便可显现出来。刘大师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嘿，好。小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在古玩界有什么问题，直接找我就行了。哇，合作愉快。这小子真是太牛了！大师的名片。银行卡到账100万元。哇，真的有100万！到了100万！哇塞，100万！有了幸运古币挂坠，这钱来的也太快了。这小子也太幸运了，一个外行随便一买就赚100万。我要是有他这么好的运气就好了，随便选个股票都能涨，也不至于被全部套牢。股票那玩意儿赚钱吗？股票那玩意儿赚钱吗？我已经赔了好几十万了，要不是因为这，我也不至于来古玩市场靠捡漏挣点小钱糊口啊。股票赔钱？我运气那么好，应该不会赔钱吧？哎，羡慕啊！哎，你看这只股票的走势，你看它走势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这只不错。这玩意儿比古玩市场还难懂，红的绿的，到底哪个是赚呢？不过有幸运星在，随便选一个，应该也不会差吧？哎，你好，帮我开个户，我要买股票，就选花园电池那只吧，投100万。花园电池那只吧，投100万。小伙子，你是来证券公司体验生活的吧？华源电池这半个月的走势你看了没有啊？从10块跌到5毛，这马上就要清盘退市了。你这100万砸进去，连个水声你都听不到。就是我邻居就是买了这只股票，现在天天在家唉声叹气。这个时候冲进去，这不是送钱吗？麻烦你尽快帮我办理，就这只。先生，您确定这只股票有重大的退市风险？按照规定，我们需要再次确认。好，确定。我现在马上帮您办理。年轻人太冲动了，不懂装懂要吃亏的。先生，您看一下，已经帮您办理好了。紧急报道！紧急报道！华源电池正式转型新能源储能领域，获得相关部门10亿元专项扶持资金，业内预计其市场估值将大幅提升。5毛1，5毛2，天哪，还在涨！5毛4，5毛5，天哪，已经2块了！这是涨了？是啊，还在涨啊！哇，这个太刺激了！短短几秒钟就赚了几10万。哎，
这可相当于我工作30年了。哇，是真的发大财了呀！又涨了，哎呦，10块，这居然涨停了！1周之前它才5毛啊，这居然涨幅了20倍！我昨天刚把最后1000股给抛了，我想着先止损，这把金元宝给丢了呀！哎，这小伙子简直就是财神爷呀！这哪是什么财神爷，这是幸运星。闺女啊！什么？我闺女被绑架了！张雅琪被绑匪绑走了，她要张氏集团30%的股份，不给就撕票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张总，您先别急，咱们先报警，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报警？绑匪说只要敢报警就撕票，这根本没有选择，连位置都不肯告诉我。我张某人哪有那运气，能凭空找到雅琪啊？这不是张氏集团的张总吗？他女儿居然被绑架了。这要是没线索，运气不好的话，可不太好找。我运气那么好，没准我能帮忙呢，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呀。张总，或许我可以试试。小伙子，你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要是找不到，我闺女她就……张总，我没开玩笑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我只是说可以试一试，但也不保证能找到。能找到我闺女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给你500万现金，当天结账。要是能保证她的安全的话，我再给你追加200万。500万，这报酬给的也太高了。你忘了，这小子刚刚买股票翻了20倍，说不定他的运气啊，还真能帮上忙呢。对，行，走。绑匪赵天宇发了定位，就在前面的废弃别墅，过了这个拐角，走主路，5分钟就能到。陈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条路对吗？外面全是坑坑洼洼的，导航上根本就没有标这条路。我刚看了一下，就算顺利走，半个小时也到不了废弃别墅，赶紧掉头走主路。喂，你们后边的车队到哪了？什么时候能到废弃的别墅？张总，不好了，我们从主路刚过拐角，突然冒出来几个穿黑夹克的人，然后挖了一大坑，我们没反应过来就掉坑里了，我们赶不过去了。我们没反应过来就掉坑里了，我们赶不过去了。你说什么？埋伏？大坑？1天都弄不出来？这要是我们走主路，岂不是也成那样？张总，你看，幸好没走主路吧？咱们再过一会儿，估计就能看到别墅后门了。就是这儿了，走吧。你留下，等着接应我们。好的，张总。小伙子，那赵天宇的人在这守着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小伙子，那赵天宇的人在这守着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这不就能进去了吗？小伙子，你的运气像是有神仙帮你一样。快走！放心吧，那个张雅琪，老子今天必须拿下，还有他那个老爹也会乖乖的把股份转让给我。还是老大厉害。啊！哎，张总，你听，是雅琪，是我女儿。是雅琪，是我女儿。嘘，糊了！快走！我操，老大牛逼！哇！雅琪，爸来救你了！爸，爸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爸来了，多亏了陈先生的帮助。爸，赵天宇他把我关在这里，还收了我的手机，不让我联系你。谢谢你。我们现在赶紧出去。好。有了，张总，快把桌布接在一起，咱们直接从这儿下去。好。张总，待会儿你先下，雅琪在中间，我蹲后。好。坏了，打错牌了，你别趁这会儿胡啊！哎。
有人，给我追！追！站住！没事吧？站住！不要跑！站住！我的腿！疼死我了！我的脚！陈先生，这次你救了雅琪，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这张卡里有500万现金，是一点心意，谢谢你。有这无敌幸运星在，不管是赚钱还是解难，都这么轻松。看来我的人生巅峰还能往上再走一阶啊！陈先生啊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可否赏脸，给我一个请您吃饭的机会？当然。看来这顿饭我又要有好运收获了。2位请慢用。陈凡，你简直就是被上天眷顾的人，你这运气说是锦鲤附体都不为过吧？可能就是刚好赶上了，没你说的那么神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我们家的贵人。啊，对了，我最近想给我书房里面添一些复古的挂件，听说城南有个旧货市场，东西很有味道，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看一看？行啊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正好去逛逛。那太好了，明天上午我来接你，咱们一起去吧。陈凡，你看这盏灯，造型是不是很别致？我也不懂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哎，看看正宗的青花瓷，这是。这本相册倒是挺有年代感的哦，随便买个试试。哎，老板，这相册怎么卖的？这是我收拾老房子翻出来的，里面没有照片，空相册。你要是想要，50块钱拿走，能废纸卖都嫌轻。行，50块钱。嘿，小伙子，你这钱花的有点冤呐！这种破相册扔到路边都没人要，50块钱可以买我摊上的3个瓷器了。哎，啊，这是原始股票。这是原始股票。红星机械厂，哎，我好像听过。等我查查。天哪，陈凡，这家厂早就改制了呀！现在是上市企业红星重工。哎呦，原始股票也可以兑现现在的流通股。你看，1992年，原始股票1股对应当前1000股流通股。按照现在的股本计算，每股每年固定分红300万元。近半年股价上涨，当前市值额外增值500万元。也就是说，我这3张的股票价值1500万。股币也太给力了，50块钱换来这么大一笔财富啊！这破神换股份，早知道这样我就自己留着了。嘿嘿，小伙子，你能不能把这相册卖给我？我出1000块。不卖，我留着有用。小伙子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我再给你出2000。这相册本来就是废纸，你50块钱买的，赚3000可以了。我说了不卖就是不卖。小子，我在这市场混了10多年了，还没有我想收不到的东西。今天这相册你要是不留下，我让你出不了这旧货市场。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呀，我再说一次，这相册我不卖，你要再敢胡来，后果自负。后果自负？我看你死字不知道怎么写。哼，哎呦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活该，报应，活该！这小子平时就霸道，这下子可是栽了。你的运气真是邪乎啊！刚才凶得很，转眼就这么惨，真是报应。那瓷瓶据说可值5万块，这下废了，亏大了。5万？唉，这幸运星还真够及时的。哼，想抢我的东西，倒霉的只会是他自己啊！别跟他耗了，咱们赶紧去兑换股票吧，省得再出幺蛾子。好，走吧。陈先生，这3只原始股可价值非凡呀！这是1500万的支票。谢谢董事长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。
从一开始买彩票，到现在已经攒了3600多万了，买个别墅的钱是够了。是该接爸妈一起住，好好养老了。先生，我们这边是顶级别墅啊，最便宜的也要1200万起，不是不行接，不能随便瞎逛的哈。我没随便逛啊，我就是来买别墅的。买别墅啊？我们这边虽然是2手别墅，但是最便宜的一套也要2000万。薇姐，咱们公司规定了，不能以貌取人。客人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得按照流程接待。万一人家真的是想买房了呢？苏晓，你脑子进水了？你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？你看他穿的，格子衫配牛仔裤，他能拿出2000万？你看他穿的，格子衫配牛仔裤，他能拿出2000万？我跟他浪费半个小时口舌，张总来了走了，你赔我提成啊？可是王哥上次也是穿休闲装来的，最后全款买了2套啊。那是人家王哥，人家手上戴的手表都买你1年的工资了。这种人，你看他袖口磨破了，你跟他多说一句话呀，那就是浪费口舌。苏晓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最好啊不要多管闲事，你有这时间呢，你不如去挖掘一下潜在的有钱客户。我警告你，你这个月底呢，要是再不开单，你就等着卷铺盖走人吧。哎，行了，别吵了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这儿最贵的独栋别墅是哪一套？哦，最贵的呀，是我们的观湖墅，正对湖中心，带600平的花园，还有双户房，但是报价吧，也就3000万。您确定要看吗？别到时候看完了给我讲哦，我再考虑考虑，浪费我的时间，还占着购房名额。我现在就要买。3600多万。不好意思啊，陈先生，刚刚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那我现在带咱去看一下咱们的观湖别墅啊。你叫苏晓是吧？你带我去看别墅，这笔业绩算你的。先生，你是说这单业绩算我的？先生，你是说这单业绩算我的？真的吗？对。哎，陈先生，我刚刚开玩笑的呀。您那个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对于咱们这儿的户房啊是最熟悉的，小到它的装修啊，以及它的风格及配套设施，我都倒背如流。我带你去看，保证给您介绍的明明白白的啊。刚刚你说跟我这种人多说一句话就是浪费时间，现在你不怕我耽误你时间了吗？陈先生，我刚刚跟苏晓开玩笑的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您才是大客户，您随手就能掏出来3000万买房，我肯定优先接待您啊！先生，我现在就去取钥匙，您稍等我1分钟好吗？我现在就去拿钥匙，我带您去看房啊！不用了，我不喜欢和有眼力劲的人谈合作。走吧，你带我去看房。好，这边请。赵总啊，您相中的观湖别墅啊，有人要占您的购房名额，你快来吧。这套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抱歉啊，陈先生，我的大客户赵总呢，马上就要来了。他可是说了，今天这套房子他志在必得，今天啊就能全款定。薇姐，陈先生是真心想买房，而且刚刚我们看了他的银行卡余额，上面有3600多万呢。余额？现在 P 图软件这么发达，谁知道真的假的？另外，你怎么回事？陈先生这么重要的客户，怎么不好好接待？刚才我在楼下就听保洁说有人怠慢客户，原来是你。张经理，对不起哦，我没认出来。陈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都是我们员工不懂事。您看观湖别墅怎么样？如果您满意的话，我马上让苏晓准备合同。今天定下来，我再给您申请额外福利，花园的樱花树再多种10棵，物业费免1年。房子挺合适的，我想定下来。那好，陈先生，那我现在联系财务，让他把合同送过来。我这就有。好的，领导。陈总啊，刚刚是我的不对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我计较了。这观湖树看来是稳了呀。陈先生，定金是300万。林威，你磨磨唧唧什么呢？赵总，你不是说观湖树没人定吗？赶紧把合同拿出来，老子今天要全款拿下，别耽误我出去喝酒。赵总，您来了，这房子啊，有人想先定。这房子啊，有人想先定。小子，你他妈谁呀？
我听林威说你要跟我抢房子，我看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个臭屌丝啊！哼，老子今天就好好教你，什么叫做有钱就能横着走。哼，这房子已经要定了，原价3000万，我再加200万。陈先生，其实这个房子还有溢价空间。陈先生，赵总，按理说确实是价高者。哼，200万，哼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老子要在你的基础上再加800万，一共4000万。哼，小子，如果你很喜欢这房子，倒不是没办法。如果你现在能跪下来磕头求我，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把房子让给你。赵天宇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哼，小子，你还想在这装神弄鬼，骗我唬我呀？哎，现在我们都在这个房子里，哎，什么事儿也没有啊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？喂，赵总，不好了，咱们偷税漏税被发现了，现在公司账全部被冻结，咱们1分钱都没有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爸他都已经疏通过关系了，真没有钱了。这，怎么了，赵总？赵总，你还加价吗？赵总，只要您现在就把钱交了，这房子就肯定是你的。交个屁啊！交个屁啊！没钱。陈凡，你记住，你以后别让老子再看见你。走。哎，赵总，赵总，您的卡。陈先生，赵总也不会再竞价了，价钱呢还是之前的价格。我们今天呢确实服务态度不好，我们总价给您优惠一半，一共1500万，您看怎么样？好。陈先生，这是合同，一共是1500万，定金是300万，您签字吧。陈总，我刚刚下去给您泡了一杯蓝山咖啡，加了2勺糖，您尝尝口感合不合适？哎呀，陈先生，刚刚是我有眼无珠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呗。这个是我的私人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私人电话，或许您在别墅啊有任何事情，我都随叫随到，保证呢给您办得服服帖帖的。张经理，我没听错的话，你们这儿是顶级别墅区吧？那既然定位这么高，那你们员工的服务态度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标准？那你们员工的服务态度是不是也该有个标准？对，陈先生您说的对，服务标准就是我们的核心标准。今天这事儿呢，都是林威一个人的错，您放心，绝对不会让您受委屈，我们绝对不会姑息一种势利眼的行为。林威，你被开除了。哎，我张经理，切，不就是个暴发户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终于有自己家了，爸妈要看到这房子，肯定得乐坏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刚买了房子就闯祸。哎，这抽屉怎么没关？哇，抽屉怎么有钱？还是美金？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么多，得有1000万美金了吧？这比买别墅的钱都多了。喂，苏晓，你能帮我查一下这个观湖树之前的主人吗？好的，稍等。哎，是这个吗？啊。哎，陈先生，我这边查到了，前房主是咱们郑城的首富，半年前急于出国，所以价格比市场低了近500万呢。首富？那他怎么会在地板下藏这么多美元呢？难不成？我听说他当时走的特别匆忙，好像是家里出了点什么事，连家具都没来得及搬。物业去处理的时候，好像还发现不少。这事先别往外说，当时那位先生出国之后就没了消息，连房子交易都是委托律师办的，我们做好客户的保密信息就行了。哦，哎，喂，陈先生，那大概情况呢就是这样的。您要再有其他需求，随时联系我，我会帮您处理。哦，不用了，这个房子我很喜欢，没想到买个别墅还能捡着这么大的漏，这幸运星还真是没让我失望。爸妈，我们到了。哎呦，小凡啊，这个就咱家的房子呀，这看着跟电视里的皇宫似的。行，爸妈，赶紧进去吧，特意给你们留了朝阳的房间，阳光可以晒到你们房间里。走。
哎呦，老陈，老陈啊，你看这草比咱地里的还嫩呢。回来呀，我们在这儿种点白菜萝卜，咱都不用去超市里买了。妈，行了妈，快进去吧。好。哎，爸妈，菜好了，快尝尝。这红烧肉是爸最爱吃的，我亲手做的，快吃。好，你也吃。爸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饭菜不合胃口，你要想吃别的，我可以给你做呀。不用不用。你爸呀是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，紧张呢。昨天晚上还给我念叨着，怕在这里住不惯。你看他连筷子都不敢拿稳了。爸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小凡，爸对不起你。爸，你慢慢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爸，你慢慢说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上个月，王虎那混小子找我，说带我去个能轻松赚钱的地方，就是村里的地下赌场。刚开始，我赢了几千块，后来越赌越输，把你妈存的20万棺材本全赔进去了。我想翻本，王虎又借给我100万高利贷，逼着我签了欠条。我不敢告诉你啊，怕你生气，怕你觉得爸没用。100万！凡啊，你怕他糊涂啊？我们这次来就想看你在城里过得好不好，看见你过得还不错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我们俩反正是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我是想跟你说，千万别回村里，我是怕他们来找你。妈，爸，别怕，钱的事儿我能解决。100万我有是有，但是不能轻易饶了他们。凡啊，是不是钱不够啊？要不我们再想想其他的辙。都怪我连累了你。陈老头，快给老子出来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给我出来！陈老头，给老子出来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马上给老子滚出来！陈老头，你他妈躲在这享清福呢？欠虎哥的100万，今天该还了吧？他妈的，今天太他妈倒霉了！你们砸的每一样东西，我都会算总账。算总账？老子也给你算一笔100万的账，陈老头签的字。哼，今天不还钱，老子就卸他一条腿抵债。100万我可以还，但你要是敢动我爸妈一下，敢动我房子里任何一样东西一下，试试。行，算你小子有种！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100万凑齐送过来，要不然别怪老子不客气。走。小凡，这可咋办呢？100万，反正我运气好，不如就去那个赌场试试。爸，你别慌，我有办法。那可是100万啊，儿子。没事的，妈。凡啊，注意安全，不行咱就报警。哎，放心吧，妈。小凡啊，那赌场不是好地方，王虎手下都不擅长，要不咱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。爸，只有去那儿才能最快凑够100万，您放心，不会有事。回去吧，妈。注意安全。小凡，要不咱回吧？我宁愿少条腿，也不想你出事儿。看来好运气要来了。爸，跟我来。你好，先生。你好，给我换100万。好嘞。先生，您的筹码。
哎，这谁啊？就是这谁啊？这？来，下注了，买定离手啊！这把还是大。独眼哥手气好，跟了。哎，我也压独眼哥。哎，我也跟独眼哥，我也跟。小子，压呀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应该怎么压，算了，随便选吧。那我就压小吧。小凡，你这全压进去了？爹，放心吧。你想好了，你全压小，这把可是我开。别废话了，开吧。好，看好了。赢了，小凡，赢了！我操，居然是小！我去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赢了。慢着，敢不敢再来一把？这把老子压30万。跟了，独眼哥压大，我也跟独眼哥。这把我压50万，还是小。买大，这把1比10，我就不信了。跟了，我继续跟独眼哥压大。来，骰子已经换成灌铅的了，那小子赢不了。好了，买定离手啊！这次肯定是大。怎么还是小的？高手啊，这都能赢？哎呀，这把60万加上上把的100万，加起来160万，我已经赢够了筹码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这老头带种啊！输光棺材本还带人一起来送钱啊！哟，这不就是你儿子吗？啊，老子带着小子一起来赌钱啊！王哥，我爸欠了你100万，我今天来就是赢回这些钱的。现在我已经赚够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哪有赢了钱就走的道理？别着急嘛，再来2把。这可是你们送上门的，输了可别怪我。小凡，还是走吧。没事的吧？我有办法。那继续赌吧。老子混迹赌场20多年了，还怕你毛头小子来玩什么？那就赌扑克，一局200万，同花顺压3条，同花压顺子。不过王哥，你要是出千，这，老子赌场有规矩，就1把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直接把欠条撕了。要是我赢了，你给我跪地上叫爷爷。小凡，咱还是别赌了，王虎不会让你赢的，他有的是出老千的办法。别害怕，相信我。发牌吧。这下有好戏看了，一局定输赢，胆子够大的呀！我去，这牌可以啊！就是啊，我去，虎哥能赢啊！哎呀，这牌好！哼！哎呦，大牌啊！3条 J， 让他幸亏临时换牌。不好意思，这同花顺5到9，你大一头3条勾。虎哥，你这牌的背面跟我的牌不一样。瞎说什么？怎么不是一副？你出老千儿！这也太不专业了吧！你出老千，你还用同一副牌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在场子里出老千，还真是丢人现眼呢。抱歉了，年轻人。您是李他这小子耍诈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这是 VIP 刚开了座百家乐，缺个对手。年轻人，敢不敢跟我赌一局？一局赌注500万。小凡，别赌啊！这李爷是赌场老板，咱们赢了王虎就行了。这再赌下去，咱们这点钱不够输的呀！股币亮了，说明这 VIP 里不仅没危险，反而有大机会。爸，没事，既然李爷都开口了，我又怎么好意思拒绝？我去。好，我的人会带你过来。这可是500万，万一输了，这可没事的吧？请吧，谢长。小凡，早儿谈的，来，继续开干啊！继续开干！来，坐。李爷，开始吧，我的全部身家都可以带过来了。放心，陈先生，今晚我让你玩个够。
闲家9点，庄家10点，庄家赢。奇怪，怎么输了呢？小凡，别赌了吧。没事，继续，我押400万，押庄。闲家8点，庄家7点，闲家赢。小凡，不能再赌了，这可是咱们的全部家产，再赌下去，房子都要没了。现在走，还能剩点筹码，再赌的话，连回头路都没有。爸，这把我能赢回来。来了，真正的好运到了。年轻人，别硬撑，想要赢回1000万，得有本钱。不如这样，一局定生死，每次追加筹码不少于1000万，谁跟不起，算自动认输。先前押的所有东西都归赢家。小凡，咱不能再赌了，400万输了就输了，房本不能压，别再赌了啊！古币没让我退，说明这一局我能赢。李爷，我还想继续赌，但筹码不一定是现金吧？好，你还有什么宝贝？小凡，这可是你刚买的房子，咱们还没住热乎呢，不能压。爸，你别管，我必须赌。房本压这儿，观湖术是3000万，我再追加3000万。观湖术倒是块好料，行，我再追加1000万，总共4000万。陈凡，你现在要跟我说不跟？你手里的筹码、桌上的房本全归我，你爸欠的100万还得接着还。小凡，咱们认输吧，房子输了还能赚，咱们不能再赌了。我还要赌。你还真是个坑爹的货。小凡，爸不怪你，是爸糊涂啊，欠了赌债，不能连累你，把全部家底都赔进去。这协议我欠。陈凡，你可想好了？你确定让你爸签这个协议？这债本来就是我爸欠的，他签没问题。2000万追加到5000万，还跟吗？不跟了，5000万一局定输赢。发牌，磨磨蹭蹭的，害怕了吗？年轻人，运气总有尽头，3条 K， 你拿什么赢？完了，全完了。亮牌吧。李爷，别急。好，石沟圈 K 尖儿，红花顺。小凡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可能，操盘手，你是不是发错牌了？李爷，牌血是您亲自检查过的，我没动手脚。李爷，愿赌服输，这高利贷欠条你签个字，写作废，剩下的筹码归我，咱俩2清。小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赢局牌就敢拿欠条，赌场是我的地方，我说了算。你们干什么？少废话，把筹码放下，赶紧滚！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李爷，看来运气还是在我这边，签字吧。对了，李爷，观湖术里的东西可都是被你手下砸坏的，就从你赌场账上扣吧。所有东西加起来100万，不多吧？行，100万还我爸的赌债，2600万是我赢的呀，加上扣掉的100万赔偿，刚好2500万。这一晚上果然是好运连连啊！小凡，咱们赶紧走，这地方不能再待了。好。哎，小凡，你咋不走啊？我还有件事没办呢。
喂，110吗？我要举报郊区金利来有赌场，就在废弃工厂里。爸，走吧。哎，来，继续开干啊！全别动！收手抱头，蹲下，不许动！蹲下。老实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为什么抓我呀？我是过来玩的。儿，您涉嫌放高利贷，组织参与非法赌博，证据确凿，跟我们回警局。走。你们干什么？喊！你们干什么？走。回来了。老陈，喝口水缓一缓。小凡，爸错了，爸真的错了，我不应该贪那点便宜去赌场，不该借高利贷，差点把咱们家都毁了。以后我再也不碰赌了，哪怕是在家种菜、扫院子，绝对不去那种地方了。你和你妈要是还生气，就打我骂我，别憋在心里。哎呀，爸，钱的事儿啊已经解决了，欠条也已经作废了，咱以后啊不提这事儿了啊。但是你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以后啊绝不能再沾赌。是啊，老陈，咱以后才能好好过日子，守着好的房子比啥都强。1个和5个都被抓了，这小子还在别墅里享清福，咱把他窗户砸了，替老大报仇。对，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。就算老大被抓进去了，别想好过。可这小子刚才在赌场的运气也太逆天了，我怕咱们被发现怎么办呀？怕什么怕？现在他们都睡觉了，咱们砸完就跑，对不对？哎，行。哎，这有石头。你俩呀！凡儿，这是咋了？是有坏人来了吗？要不要报警啊？没事儿，就是几个不长眼的过来找罪受。爸妈，快回去睡觉吧，明天开始又是新的一天。走。这小树啊，想要修直溜，这块啊不能要，给它剪掉才能长得更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来的时候看见路边那湖啊挺清澈的，让我想起来老家那河了。这以前啊天不亮就扛着鱼竿过去钓鱼，中午啊准能拎回来半桶鲫鱼来。这你妈熬的那个鱼汤啊，香的是让人掉眉毛呢。哎呀，老陈啊，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咱老家那河早没那么多鱼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。现在来到城里这么多年，鱼竿也没了，这手啊早就痒得不行了。哎，爸，你想钓鱼那还不简单吗？那人工湖不就现成的地儿吗？走，我陪你去钓会儿，全当散心了。这湖里有鱼吗？别白忙活一场，去试试不就行了吗？钓不着也没关系，全当图个乐。哎呀，不错，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！哎呀，这今天啊运气是真不错，从来没钓到过这么大鱼呢。咱晚上就把它炖了，喝鲫鱼汤。你看那儿好像有个海报在搞活动，抽奖，也不知道我这运气能不能中个大奖。哎，你好，上场周年庆，全场消费满199就能获得抽奖券1张，头奖是续航100公里的电动代步车，100%有小奖，要不要了解一下？哎，老陈啊，你看有代步车呢，要是我们能中一台，我这以后买菜就不用走半个小时的路了呀。那咱们先去买个锅，等凑够199啊，再领张券，试试手气。哎，行，走，先去买锅。买锅去喽。满199就能抽奖啊，有1、2、3等奖。这下有锅炖鱼了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妈，我们刚买的新锅正好送了张抽奖券，我们去试试手气，看能不能抽中电车。行。没中奖，下一个，快点走啊，别磨叽。哎，小凡啊，你也别抱太大希望，像这种大奖啊，大多都是谢谢参与。抽一张取出来，快点抽完赶紧走，抓紧走，让一让。你好，我想问，这个是中奖了吗？
头奖，这位先生，您没拿错吧？各位顾客请注意啊，这位先生抽中了今天第一个头奖，电动代步车一辆，看着啊，电动代步车。真是咱们中了呀！那我以后买菜就不用走路了呀。哎，我儿子这运气啊，也是没谁了。先生，您太幸运了，这可是全市今天第一个头奖。您填一下收货地址，由我派人直接把车给您送到家里去，全程免费。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您见谅，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先生，能借您手机帮我摸一下吗？我也来抽一张。对呀，沾点喜气。谢谢大家，不过我们待会儿还有事儿，就不耽误大家抽奖。爸妈，我们待会儿就不回家吃饭了，看商场附近有没有家常菜，在哪儿随便吃一点，吃完饭再回家。好，正好要尝尝在城里的家常菜，我倒要看看跟我做的谁做的香。肯定你做的香，走吧。哎呦，看还是咱儿子运气好。尝这个，爸，多吃点。各位伴用，今天咱们店开业5周年，有免单抽奖活动，说不定啊，咱们能中惊喜呢。还有免单，咱们今天的运气说不定又能中。各位顾客，晚上好！今天是我们百姓家常菜馆开业5周年，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随机抽取一桌顾客免单，免单金额无限，全桌的消费都由咱们店承担。现在我来随机抽取。哎呀，好，现在我来公布幸运桌号，中奖的是3号桌。哎呦，小白，抽中的是咱们，是咱们这桌，真的免单了。哎呦，这家人运气也太好了吧！陈先生一家，恭喜你们成为我们的幸运顾客，今日消费286元，全部免单。这2盒是我们店的招牌桂花糕，免费送给您。以后您一家来咱们店消费，都能享受8折优惠。王经理，谢谢您。没事，慢用。真香！来，儿子，妈喂你一大口。来，老头子。这桂花糕啊，真甜，还是我儿子带来了好运气，吃着就是香。可不是嘛！今天买锅中代步车，这吃饭又免单，这运气搁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比起赚多少钱，爸妈开心更重要。幸运星，谢谢你。半个月了，筛选的藏品不是品相不够，要么就是价格哄抬的太高。还有1个月，展厅就要开业了，可是镇馆的藏品还是没有着落。要是爸爸知道了，又该着急了。张总，您别急，我刚收到一份特别的邀请函，成交下周要办法拍保险箱专场拍卖会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些保险箱全是无人认领的，法拍房里清出来的，里面说不定就能开出古董和珠宝呢。法拍保险箱，原主人的姓名清单在哪儿？原主人的姓名清单在哪儿？有老钟表匠，还有文物修复师，还有神秘的海外华侨。他们走的时候留了很多东西在里面，不过风险也很大，有可能开出来是空箱，也可能开出来的是没用的老物件。这都是要靠运气的呀，去还是不去？哎，陈凡的运气一向很好，给他打个电话，说不定真的能有帮助。喂，陈凡，忙吗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喂，小张总，什么事儿啊？公司的新展厅缺了镇馆的藏品，这拍卖会太靠运气了。我知道你之前不管是买彩票还是捡漏，运气都特别好，所以我想问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，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集团来出。要是真能拍到好东西，我可以给你提成啊。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保险箱，更没去过拍卖会。你不需要懂，只要有运气就足够了。行啊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当跟小张总见世面了。那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发给你。等这次忙完了，我请你去吃大餐。好。你看，重点我都标出来了。这个编号08的保险箱，原主人是退休的文物修复师，他之前在博物馆工作过，所以我觉得里面藏好东西的可能性最大。行，
但其实我也不太懂，我都是瞎猜的。哟，这不是靠运气买下观湖树的陈先生吗？怎么也来凑拍卖会的热闹？别到时候拍个空箱子，浪费雅琪小姐的钱。毕竟不是谁都能一直走大运啊。就是啊，磊哥，这法拍箱呢就是赌命，没点真本事啊，别来凑热闹。我们磊哥啊，可是研究了半个月原主人的背景，这次还请来了鉴宝师来帮忙。我们啊，一定会拿好东西回去的。我们拍不拍，花的都是张氏集团的钱。倒是磊哥，上次你堂哥赵天宇栽在陈先生手里，连别墅都差点没保住。你确定你要跟陈先生比运气？原来你就是赵天宇的堂弟啊！上次赵天宇那事儿可是真够丢人的。行，咱走着瞧。欢迎各位来宾来参加本次法拍保险箱专场拍卖会。好。咱们的规则很简单，每个保险箱起拍价1000元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00元。拍完现场开箱，箱内物品归买家所有，不退不换。现在咱们先看第一个拍品，编号01号保险箱，原主人是普通公司职员，生前爱好收藏旧邮票。下面开始竞价。1500，我赌里面是邮票，就算不值钱，留个纪念也行啊。2000元，2000元，哎，我也凑个热闹，万一有惊喜呢？2500，3000，5000， 5000一次，5000两次，5000三次，成交。恭喜刘总拍下1号保险箱，请开箱师傅现场开箱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，请开箱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哎，不是，一堆废纸，怎么就一堆废纸啊？老刘，你这运气不行啊！就是啊，还好没拍，这运气真不行啊！人怎么能倒霉成这种程度啊？真笑死人了！看来第一个拍品给咱们开了个玩笑。接下来看下一个拍品，说不定惊喜就在后面。接下来是2号保险箱，男主人是退休中学教师。据社区登记信息，这位老师生前酷爱读书，还喜欢练书法。起拍价1000元，现在开始竞价。5000，教师手里能没点好东西啊，说不定就能开出几十年前的字画。这价我先站着。磊哥英明啊！这些老教师都爱惜东西，要是真的开出民国或者是解放初期的字画，那翻10倍都不止啊！哦，对了，我二舅前段时间就从老教师家收着幅启功的字，直接赚翻了。6000，我也赌一把，万一真是字画呢？7000，就这点钱还想跟我抢？行，算你厉害，我不跟了。7000元一次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7000元两次，7000元3次，成交。恭喜赵先生拍下2号保险箱，请开箱师傅上台。哎呀，你看这，你觉得能开出好东西吗？说不好，这东西都……哎，你猜会是什么？谁知道呢？这次兴许还是个大物件儿。哎，一堆废纸，什么呀？这怎么可能？一个老教师手里面就只有这点东西啊？是不是你给我换了？哎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！这粮票我家抽屉里一大堆，上次收拾房子我还扔了一沓。上次收拾房子我还扔了一沓。可不是嘛！现在这粮票也就收藏市场有人要，10块钱一张撑死了，这一沓顶多也就100块。我说赵先生，你这7000块花的可真值啊！磊哥，别着急，别让人看笑话，说不定这课本里还夹着别的东西呢。气质败坏了。看来这位老师是个实在人，藏的都是日常物件。咱们继续下一个拍品，说不定惊喜就在后面。接下来是3号保险箱，原主人是做5金生意的小个体户，90年代末转行去南方了。这箱子是从他老房子的储物间里找到的，起拍价1000元，每回加价不低于500元。现在开始竞价。1500，我就当赌一把，个体户说不定藏着老账本以外的东西呢。2000，我跟一手，万一有什么惊喜呢？2500，不算了，我不跟了。2500一次，还有没有要加价的？3000， 4000元，4000一次，4000两次，4000元3次，成交。
恭喜王总拍下3号保险箱，请看向师傅上台。这里面会有什么呀？这……哎，你看这一看又不值钱。哎呀，我天，就这啊！还有个夹层。有东西！哇塞，手表哎！这是手表？哟，这还是劳力士呢。这劳力士我去年在柜台里见过，这款还卖2万8呢。虽然是个二手货，但是保养的还不错，这至少也得值2万吧？这叫王先生，这可赚麻了呀！哟，真的是劳力士啊！你的运气也太好了。哎呀，早知道我也跟了，这4000块花的太值了。陈凡，你看陈总都已经拍到好东西了，要不咱们也选一个吧？再等下去，这好箱子都要被拍完了。小张总，我是真的不懂，要不你试试？算了，再等等看吧。再等就只剩空箱子了。陈凡，你怕不是怕拍不到好东西，等会儿丢了面子吧？各位来宾，接下来咱们要拍的就是第4号保险箱，男主人是城郊惠民小超市的老板，起拍价1000元，每次加价不低于500元。现在开始竞价。哎，看着这说不定还是报纸。哎，就这个箱子，白送我都不要。这里面最多有超市收银台几个钢镚儿吧。小张总，要不咱们拍下这个试试？行，我听你的。 2000元，这个疯了，2000块，肯定没好东西。哎呀，陈凡，你是不是穷疯了啊？一个超市破老板箱子，你也抢？你是想用别人用过的塑料袋去装东西吧？哈，张小姐，你这花2000块买堆废品，你还不如请我们喝杯奶茶呢。张小姐，你作为张氏集团的千金，犯不着陪他疯，这钱你还不如去喂狗。佳琪啊，这2000块钱都够我请你吃一顿米其林了，你何必把这钱花在买箱子上？我相信他的运气，更相信他的眼光。他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小张总，万一里面真的是几个钢镚，你可别怨我。不会的。2000元1次，2000元2次，2000元3次。成交！恭喜张小姐和陈先生拍下第4号保险箱，请开箱师傅上台。哎，大家可看好啊！等会儿要是开出半箱过期泡面调料包，或者一沓碎碎的零钱，可别笑出声，哎，免得某些人下不来台。就是啊，磊哥，我看这箱子啊，也就这50块钱。别理他们，我信你。哎，你看我说什么？中了！各位，一共现金5万元，品相完好。5万块钱。哎呦，不是吧？5万块钱，真不错呀！不是，这不可能啊！一个破超市的老板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现金？这陈凡运气也太好了吧？不对，还有，这来了，真正的好东西。下面有黄金50块，每块1公斤，总价值超过4000万。4000万！我去，4000万，4000万！陈凡，我们真的拍到宝贝了！不可能，一个小超市老板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黄金？确实离谱啊！这一会儿现金一会儿黄金的，幸亏开出来的不是什么古董宝贝，不然啊更离谱。还有，这是什么？各位来宾，真的有东西！这木盒看起来是老物件，这上面的花纹像是民国时期的工艺。陈凡，你快看，这盒子难道就是？应该是。果然没猜错，真正的宝贝在这儿呢。东西啊！哦，
这个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苍龙教子玉璧。我去年在海外拍卖会上见过同款残片，残缺了1/4，都拍了8000万。这个完好的，最起码价值1.5个亿啊！这太可惜了，我怎么没拍呢？值这么多钱呀！1.5个亿，不可能啊！一个小超市老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玉璧？年轻人，不要拿你的眼光来衡量别人。这个小超市的老板呢，我早年听说过，他父亲是民国时期的珠宝商，后来战乱才隐姓埋名开了超市。这玉璧说不定就是他家传的宝贝。1.5亿，我们2000块拍下来的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陈凡，你真是我的贵人。姐，我出2个亿，你跟陈凡说把这个东西转让给我，以后赵氏集团和我们合作，我们所有的项目你们占60%，好不好？你放开我！拍卖规则，价高者得。我们先拍下了这个箱子，里面的东西自然是归我们，根本没有转让的道理。不是雅琪，你别这么顾着，2亿啊，比这个玉的价值还高5000万。而且我们2家合作，以后在商界，谁还能跟我们2家作对？赵先生，你这样强买强卖可不是什么体面事。雅琪都说了不卖，你出再多的钱也没用。这人怎么这样？人家都拍的，也太皮了！人家拍下的东西，他还敢抢？就是，刚才还嘲讽人家拍废品，现在见了宝贝就眼红，呸！真是丢脸。赵先生，古玩行对讲缘分，今天这块玉璧啊，与张小姐、陈先生有缘，你就别强求了。不过这块玉璧是国宝级的物件，要是落到不懂珍惜的人手里，那太可惜了。你，磊哥，别说了，台下都在看咱们笑话呢，走吧。这真是笑死人了。雅琪，这箱子是花你钱拍下的，玉璧啊，自然归你。而且张氏集团的展厅不是缺镇馆藏品吗？这个呀，正合适。不行啊，陈凡，这玉璧这么贵重，还是你拍下的，应该归你。我就是运气好，要是没有你信任我，咱们也拿不到这箱子。再说了，你拿去当镇馆藏品，比我放在家里面有用多了。拿着吧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以后你要是想看玉璧，随时来张氏集团的展厅，我给你开绿色通道。哦，好，真恭喜恭喜！张小姐，你这可是真是好福气啊！这不仅拍到了好东西，还交到了一个这么靠谱的朋友。陈先生，您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2000块钱变1.5个亿，要是我这辈子都遇不上这好事儿。看来咱们的拍卖会惊喜不断，让我们恭喜张小姐和陈先生收获国家级藏品。有这无敌幸运星在，不仅能赚钱，还能帮到朋友，这感觉还真不错。看来我的人生巅峰还能再往上走一阶。喂，爸爸。雅琪，你快回来，出事了！什么？我现在就回去。出事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3天，就3天，咱们上游的那些供应商啊，集体毁约，说要么按照现价加30%供货，要么就解除合同。咱们新能源产业园项目总投资50亿，光锂资源这块就差了8个亿，这窟窿怎么填？张总，我们已经联系了海外的锂矿石供应商，但是他们关税加上运费，都比咱们国内要高出15%成本，根本不划算。而且他们要提前有预付款，咱们的资金很紧张啊。我也联系了二手供应链，但是现在大家都在抢锂，供应商坐地哄抬物价，还要咱们拿分红去抵货款，这都是坑啊！陈凡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路过你们公司，听林助理说你们连着开了2天会，所以啊，就想给你们送点咖啡过来。谢谢。小陈啊，你之前帮雅琪解决了那么多事，脑子活。你要是有时间，能不能帮我们分析分析这供应链？我们现在真是一筹莫展啊！可是我真的对这一窍不通啊。张总，咱们可以换个思路，找新型储能材料矿源。你们以为我没有考虑过这些年能出产能、有稳定储量的矿，要么被国企垄断，要么就是被海外资本占有，剩下的不是品质太差，就是开采成本过高，哪里还有什么好矿？
哎，小陈啊，之前你不管是选股票，还是搞别墅，甚至是开保险箱，你的运气都邪门得很。我们这些老骨头啊，钻了死胡同。你能不能凭感觉选一个矿，不用懂技术，就看哪块区域顺眼？爸说的对，陈凡的直觉从来没有出过错，说不定真能找到一个机会。可是我真的不懂啊！哎，要不我随便指一个试试？就这个吧。青山废弃矿，这简直太离谱了！这和没选有什么区别？小齐啊，你带陈凡去这里再看看。比想象中还荒凉，难怪说是废弃矿。你们是来干嘛的？啊，大爷，我们是过来看一下咱们这儿的铁矿。你们是想挖矿？啊，对。年轻人，不要往里面走了。这个矿90年代就关了，前一段时间有个老板还试了，挖了几个月，一块像样的石头都没有，最后赔本走了。大爷，我们是张氏集团的，过来就是看一下有没有新型储能材料的矿源，就耽误您几分钟。哦，你说新型储能材料，你们这些城里老板就会用新词儿。我在这守矿了10年，别说新材料了，就是废铁都挖不出半块。上次有一群戴着眼镜的专家拿着仪器测3天，最后也是空手而回。难不成这玩意儿真没一点用？陈凡，把土给我装起来，回去让检测中心的理工测一下。就算还没有结果，我们就当来郊外散散心了，也不损失什么。我就随手抓了一把土，真要送去检测呀？你们这是不懂装懂，拿一捧破土当宝贝。我天天在这采这么多年，也没采出什么名堂。拿回去检验吧，结果肯定是白费功夫。咱们回去吧，早点检验也能早点知道结果呀。星宇星亮了，难不成这里真有矿？年轻就是好啊，瞎折腾也有劲儿。肖张总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咱们青山矿区的土样，我几年前就已经测过了，除了基本的硅酸盐，这也没有其他任何成分了。您这次怎么了？不知道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有这么高纯度的锂基材料，还有微量的超导元素，比市面上的质量要高10倍还不止啊！我看看，拿来。李工，你没有搞错吧？这真的是从那捧土里检测出来的。陈先生，您这运气也太邪门了！咱们这青山矿区哪是废弃矿啊？这简直就是金矿呀！按照这种纯度来开采的话，那张氏集团的新能源项目就再也不用愁锂矿资源了。能帮上忙就好。喂，爸，我在青山废墟矿区的土样里检测出高纯度新型储能材料了。李工说品质远超预期，咱们的项目有救了。好。你每次都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惊喜，难怪我爸总说你的直觉比我们这些专业人士还要靠谱。小陈啊，你就是我们张家的贵人呐！还是矿区有料，我就是随手一指，算不得什么。来，小陈，
这是我们张氏集团5%的股权协议。按现在的集团估值，这些股份每年至少分红800万。等新能源项目投产，还得翻番。你帮了我们集团天大的难题，我呀，觉得你拿的这些股份啊，受之无愧。您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股份我真的不能要啊！怎么了？嫌少？还能再聊？7%以内都能做出。7%以内都能做出。不是，只是我觉得我胜任不了。你看，不管之前我是买彩票，还是买股票，还是开保险箱，都是靠运气。而经营公司不能只靠运气，我怕我连财务表里面的净利润、毛利润都分不清，也不懂供应链怎么管理，拿着股份占位置，那不是给你们公司添乱吗？啊，现在这世道，年轻人见利都眼红，你倒好，送上门的股份你往外推，不贪懂分寸，比那些盯着集团利益的老狐狸靠谱多了。说真的，小陈，你要是能当我的女婿啊，这雅琪以后不管做什么项目，我都不用愁，整个张氏啊都得沾你的光。哎，小心！爸，陈凡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嗯，哦，那你们年轻人聊，我去看看楼下的新律师长得怎么样了啊？爸，陈凡啊，我跟爸爸每次遇到难题，你总是能像幸运星一样出现。其实你在我这里早已经不是新人的眼光了，是喜欢上你了。啊，我其实也喜欢你，但是我的好运是古碧给的，总怕哪天它不稳定，就给不了你想要的安稳。我不怕，每次你遇到问题，靠的不只是运气，每次你会先拿去研究分析，就连爸爸都说你的运气里藏着小心思，这样的你远远比平稳更让我放心。哎，行了，我早就看出陈凡人品好，能力强，这以后雅琪交给你啊，我放心。对了，我们张家没有其他的规矩，彩礼我1分不要。这5%的股份协议啊，是雅琪的嫁妆，以后啊，这就是你们共有的。我对你啊，就一个小要求，希望你能啊，继续把这无敌幸运星的好运带给我们张氏集团，一起啊，把这个新能源项目给做了。哎，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我愿意，不仅是为了好运，更是为了我们一起把事做好。嗯。哎，喝杯茶，以后啊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哎，原来这无敌幸运星不仅能带来财富，还能带来比财富更珍贵的东西。我的人生巅峰，终于有了最想一起走的人。那你以后的好运也要分给我一半。不是我的好运，是我们的好运一起分享。嗯。哎呀，